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8月8号，星期六。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营养学的副教授叫谢赫，他表示说各界都非常期待新冠肺炎疫苗问世，但由于超过1.07亿的美国人呢属于这个肥胖，所以这个疫苗呢它会被肥胖所影响。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那么肥胖者的这个打疫苗以后呢，疫苗对他的保护力呢不如正常人有效。那么明年呢，这个肥胖者可以获得量身定制的疫苗。那么疫苗一般是相对于正常体重的和肥胖体重的这个人来说，对于正常人他的疫苗有效率比较高。那么为了保护民众避免患上流感、乙型肝炎、破伤风及狂犬病，所以呢，大量的美国公司呢正在研究疫苗。但本来这些疫苗就对于肥胖的成年人的效果呢要比对于普通人要低。肥胖症的研究人员表示说没有理由相信呢新冠肺炎呢疫苗会有所不同。根据 CDC 的警告，确诊的新冠肺炎的患者大约有9%的成年人呢 BMI 为40或者更高，属于肥胖类型。那么 CDC 的官员呢扩大了警告范围，把 BMI 30或更高的人呢都包括在内，也让很多人认为肥胖类人呢他容易感染。肥胖类人呢占了美国的成年人的42.4%。我们从川普的这个微信和抖音的这个禁止令发现对于微信来说这个禁止交易呢，大家分析来说是禁止与腾讯控股有关公司旗下的任何子公司交易。但是这一点上呢，微信和这个抖音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被禁止交易，但是带来的结果却不相同。因为我们知道微信呢，它海外版只占微信很小的一部分。微信的发展并不依赖于海外版这点广告收入，因此呢，虽然被禁止交易，那么对于微信的存在呢，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对抖音就不一样了，从2017年的收购到现在，抖音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今天的市场培育起来了，终于开始盈利了，而且预期目标还很可观。那么如果被禁止商业交易的话呢，意味着抖音将会失去所有的收入，也就是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我们从法律的层面上再分析一下。那么根据美国的宪法第4修正案的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对于很多的华人来说，微信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交的平台，而且是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么微信支付里面有钱，微信号呢是自己精心挑选的，那么有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那么再记，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如果贸然把微信封杀了，那大家都无法登录微信，亲朋好友呢失去联系，就可以直接把白宫告上法庭。同理，抖音呢它也可以被认为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看到2个行政命令都是针对商业交易方面，而不是针对用户使用方面，请记住这个。微信不仅可以发消息，还可以购物，可以结账，可以处理金融业务。在美国做生意的中国人呢也使用微信，尤其对于境内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来说，微信就是相互交流的生命线。在美国宪法机构审查它的合法性之前，其实川普是不能够随便下禁令的。那么会出现很多的反对声音，包括那些通过微信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如果最后禁令生效，那么将不得不使用所谓的这个虚拟的数据隧道，就是 VPN， 通过让网络运营商认为这个设备是在中国而得以使用这个应用程序。但是一般人很烦每天开关 VPN 好几百次。那么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呢深知这一点，为了使用在中国被封的 WhatsApp， 他们也必须打开 VPN。VPN 这个以外的这个另一个选择呢，就是中国的 QQ 服务。那么 QQ 在美国呢现在还是可以用，但不知道未来可以不可以了。因为记住 QQ 它也是属于腾讯的。
那么针对于中国高科技的这些动作，把摇摆不定的这个选民呢，现在也是心神不定。其实呢，川普呢现在是在打最后一仗，他当然也要考虑一下使用微信的美国选民的感受。45天后，那么禁止美国人或者企业用微信和腾讯公司进行交易的活动，现在的定义是交易活动是指什么？当然，45天后呢，细节会出台。就这么一条川普的简单的行政命令呢，导致很多人都认为啊，美国会禁用微信。在这里要指出啊，美国是不可能禁用微信的，因为它涉及到了违反2项美国宪法里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第一，言论自由的权利。禁用微信是与美国第1修正案里的言论自由是相冲突的。第二，公民的财产权不可被无理剥夺。那么微信呢，以及里面所包含的财产是属于美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如果不经过正当程序就剥夺的话呢，视为违反美国宪法。光凭以上2条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那么如果一旦禁用微信，将会掀起巨大的诉讼。那这条行政命令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条行政命令啊，它明确规定是在45天以后，任何美国人通过微信实行的交易活动，记住啊，交易活动将会受到美国法律的监管。在微信上有从事任何非法的活动啊，包括美国是有权利进行刑事起诉的，当然以前是不会。不光是你，美国也可以起诉腾讯公司。讲的再通俗易懂一点啊，美国可能会对以下的交易活动进行禁止。第一，如果你在微信上传谣言的话，会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无论是对美国的疫情、美国的大选、煽动暴力、威胁国家安全的谣言，会受到美国法律的监管。第二，通过微信进行非法活动，比如贩毒、卖淫、间谍活动，或者进行国家机密的泄露，会受到美国法律的监管。严重的会起诉腾讯公司，就如同以前美国对大企业的罚单，一罚就是几十亿美元。第三，微信上的财产交易也会受到美国法律的监管。最简单的就是缴税。以前啊，你在微信上进行的这个发红包啊、转钱之类的交易呢，有可能你觉得跟美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在45天以后，相关的法律出台了，那么有可能你会有涉及到交税或者其他的问题。至于所谓的微信会被禁用，纯属谣言，也不可能会发生。所以不要再以讹传讹了。很多的中文媒体或华人应尽量的减少这个标题党，没必要引起恐慌。美国的律师啊，现在强调了一遍，说行政命令啊是禁止用微信和腾讯公司进行相关交易活动，并不是禁用微信。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关闭以后呢， FBI 开始到处寻找间谍，到处寻找间谍的证据，已经有很多的华人呢遭到了敲门询问。很多的律师呢表示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FBI 要求正面交谈。那记住了，要说找我的律师，切记不要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任何的对话。你就算只回答一个不，就可以导致自己陷入牢狱。我们知道，如今美国是严控和中国有关的间谍活动和相关的这个犯罪啊。那么一旦案件和中国相关，那么执法机构就会加强执法力度。从1996年的经济间谍法开始，那么实施到2008年，遭诉比例最大的人群呢是来自西方国家，占72%，华人只占17%。而从2009年到2015年，遭诉的华人的比例达到52%，若加上其他的亚裔族裔，遭诉的群体中，亚裔占到了2/3。在最终没有被证实犯有间谍罪的人中，拥有西方姓名者仅占10.7%，而拥有中文姓名者占了21.3%。有指控而实际上无辜的华裔比例呢，远高于其他的族裔。所以我们记住，在 FBI 或者警察登门的时候，所有人都有权保持沉默，并开始寻求律师的帮助。如果对方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约时间再谈的时候呢，也不必听从对方的，而预约下一次会议。
记住，任何的错误回答都可能导致当事人被起诉。就算回答只是一个不，只要答案有误，那么就可能因为虚假陈述罪被起诉，最高可能坐牢5年。如果你作为当事人要说话，那么有可能会陷入 FBI 和警方的陷阱。对方可能会说，我们不是在调查您，我们只是想帮助您和您的家人。这时候他们就很可能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了。当当事人任何与事实不符的回答，都会导致自己被起诉。有时当事人可能在刚开始是无辜的，却在对话中犯了虚假的这个错误陈述罪，检察官有可能以制造犯罪的这个权利，那么当事人呢也会被起诉。制造犯罪是检察官的权利。如果 FBI 来敲门的时，他问我们只是想问您几个问题，您见过某某某，比如说李先生吗？那么如果当事人呢回答说不，请和我的律师谈，那么实际上自己曾在聚会上见过李先生，两个人算不上朋友，而李先生是出售什么钢材，不是罪犯，也没有为领馆工作，但只是因为当事人知道李先生，却回答了 no， 那就是犯了虚假陈述罪，请记住这一点。此外，一些华裔他在工作场所认为很正常的行为，也可能触犯了美国的法律。比如说，你赠送礼物给身为外国官员的商业伙伴，就是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贪腐法。而且你在美国的工作场所里的电子邮件呢，不属于私人。那么，如果 FBI 希望调查个人电邮，他们有权要求雇主提交雇员的工作电邮内容。如果你自己没有向警局或者相关部门打电话的话，那么你要应对 FBI 或者其他执法部门来到你家上门来问话的时候，特别是牵扯到间谍的时候，最好的回应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讲话，请找到我的律师后再谈。如今美中关系很紧张，如果认为自己有被政府部门质询的风险，那么就要谨慎对待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段谈话。你可以将你进行的每一段谈话呢，都假设你被录音了。当任何一个被 FBI 或者警察询问的人华人当事人面对着 FBI 的时候，你不必解释为什么不想说话，你也可以拿着对方的名片就关门。那么如果当事人想讲话，也不必立即开口，你可以先拿对方的名片，之后再与他们联系的时间，尽快约好律师，保证交谈的时候律师在场。在谈话过程中一定要做到100%真实，即使对方只是问了一个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也有权随时结束对话。我们知道今天白宫传出消息说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我看很多的自媒体都在讲，禁药禁区率团特别是10号左右到台湾去访问，那么号称是排行第12的这个总统继承人。那么这是79年以来中美建交以来美帝政府内阁成员第一次出访台湾，除了在政治层面上是一种极大的突破，那很可能也不仅仅是谈卫生事务，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疫情呢，它已经是发生了4个多月了，这个时候才想到台湾取经，那么怎么都说不过去。更何况你取经也不需要这种高段位的人来去访问。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法案叫做台湾旅行法，这个台湾旅行法的法案事实上给了台湾在外交上的主体的这个主权实体地位。然后美国又通过了加强军事保障的台北法案，目前还有台湾保证法和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正在立法程序中。目前中美的态势呢，通过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知道南海作为占世界1/3贸易量的战略通道，其实和很多国家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此前在南海战略的同盟中，美国已经拉上了日本、英国、澳洲一起出兵，菲律宾、印度实质声援，如果再加上本身在南海也有利益所求的台湾，不论是地域上还是政治上，都可以说一个完美的战略链已经成型。阿扎尔访台，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一定是以高姿态向台湾进行军事保证，二是在南海问题上进行拉拢和通气儿。中国周边
承平日久。现在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啊，这就说川普到底会不会在南海开启战端呢？如果会，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首先要说，3年前那份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做出的关于中国声张的九段线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裁决，不管你是不是承认、是不是参与、是不是接受，它都作为一份已经生效的海洋争端法律文件摆在那儿了。美国、菲律宾、日本、澳洲等国之前认为不认可中国的主张，也是根据这个文件。所以将来美国如果真的开启战端，这就是国际法的依据。我们知道疫情发展到今天啊，这个美国所谓是损失惨重啊，10几万人已经死了。立国200多年来，实事求是地说，美国没有遭受过如此重大的灾难。川普本身呢，他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前期本来极为亮丽的经济成绩单，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导致原来没有希望的拜登，现在民调反而一路领先。当然，现在看出来，川普的民调又回升了啊。也许可能不是川普太强了，而是拜登太弱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啊，2016年，川普当初也是一路落后，最后翻盘，但毕竟这都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如果最近你注意到川普的讲话，你会发现每次啊，他都谈到疫情的时候，都要讲到让他们负责这个话题。怎么负责？经济、外交等层面，我们已经见证或者正在见证。军事层面肯定是南海了，在选情岌岌可危、只剩下3个月不到的冲刺的情况下，川普需要一场局部的低烈度的、能够获胜的、提振本人威望的战争。川普是有开战的这个动机的。美国的这个宣战权啊，它是在国会。那么，如果是真的川普他要开战的话，他能不能做到呢？答案是肯定的。美国的宪法第1条第8款啊，明确的将宣战权授予国会，但在第2条第2款又把军队的指挥权给了总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就是形容指挥权的重要性。由于战争这种东西啊，它并不是能够合理的预计的，通常都是突发情况，所以美国历史上的战争一多半都是先斩后奏的。总统下令开战了，成了这个既成事实，再通过国会呢来授权。仗都打起来了，国会也没办法制止，通常只能默认。我们熟悉的朝鲜战争，实际上美国国会呢就没有授权，但杜鲁门的依据就是联合国授权，轻而易举地绕过了国会。还有越南战争也是一样，到了也无法收拾，那国会呢也无能为力。国会正是因为知道这个漏洞太大了，所以就在1973年通过了《战争权利法》，限制总统的开战权。那么规定呢，总统在派出军队前的48小时内呢，必须通知国会。未经过国会授权或者宣战的任何军事行动呢，都不得在当地停留超过60天。但是你看，这个法案啊，一样漏洞很大。那么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一般的局部战争哪需要60天啊？总统完全可以在60天内干完仗了，再向国会交差。干不完了，那么你国会难道就认怂吗？不是继续要打吗？当年布什打海湾战争，先把上百万和盟国的部队一起调过去，箭在弦上，舆论造足，你国会同意不同意？更何况在这个911发生后呢，美国国会在压力下又授权总统可以使用武力打击发动和援助恐怖攻击的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上方宝剑在手，这就更管不住了。所以呢，在法律层面上来说啊，川普的确有权利发动一场不需要国会同意的局部战争。而且从最近他的一系列动作来看，这样的动机肯定不小。美国的实力不用多说，再加上英、澳、日和台湾，正常人都能算个大概。不管是这个胡锡进还是这个金灿荣，给中国打多少鸡血，毕竟上战场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子弟。说最狠的话，结果要受到最狠的揍。这种事情还是让胡锡进和金灿荣去受吧。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